Welcome to Casablanca. Hello， 我是 Mrs. Lee。继葡萄牙圣米格尔岛和 C 罗的故乡 Madeira 后，同一艘邮轮也带了我们去北非摩洛哥。我真的好爱这个行程哦。是的，今天邮轮带我去的系列，我们就是要来介绍位于北非摩洛哥的 Casablanca。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地方，是因为《北非谍影》这部电影，它呢曾被评为影史上最伟大的101部电影剧本中的排行第1名哦，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你知道吗？这部电影虽然围绕着 Casablanca 这个城市，但它却是在摄影棚拍摄的。好莱坞果然骗很大，不是啦，我是说很会做效果。因为这个城市是坐落在非洲的土地上。在这之前，我从没来过，所以让我一直觉得它好神秘，想要一睹它的风采。拜邮轮之赐，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来到这个朝思暮想的港口。当邮轮靠岸后，看到满满的货柜，货柜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鸟或是鸽子，以及它们凡走过必留下的痕迹。卡萨布兰卡身为非洲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也是北非的第2大港口，果然名不虚传。在这里，我们向第三方购买了每一个人$40的岸上观光行程，探索了几个必去景点和自己几个小时的探险自由行。首先，我们来到著名的哈桑2世清真寺，因为是前摩洛哥国王哈桑2世发起筹建的，所以以它命名。那你或许会想说，清真寺好像离我们很远，为什么要看它？你给我几分钟，我告诉你它有多了不起。海上奇迹的7年建造。第一，它面积有2万平方公尺，大约是6050平。当时工人移沙填海，所以有1/3是建在海上，动员了约35000名工匠和工人，没日没夜，24小时轮班哦，很拼。1986年动工，1993年完成。才短短7年就完工，耗资近7亿美元，大概是210亿台币。身处价值不菲的清真寺，感觉每眨一眼就是数十万美金的璀璨。没想到我也能1分钟几百万上下，不敢有一丝的怠慢，每一眼都价值千金。世界第2，根据目前的资料呢，它的宣礼塔高度是目前世界第2高哦，达210公尺，第1名呢在阿尔及利亚。宣礼塔呢，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让宣礼员从塔顶发出祈祷的呼唤，以召唤穆斯林每天进行5次的祈祷。沐浴室，进入清真寺做礼拜前，穆斯林通常需要进行小净，也就是进行沐浴，以保持身体的清洁。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净化仪式，目的呢是为了在进行礼拜的时候保持身心的洁净。这个清真寺的男女沐浴室在世界上是相当著名的，它可以容纳1400个人沐浴，规模是世界第3大。非洲之最，它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可以容纳大量朝圣者进行集体礼拜的清真寺之一。多大量？椅子请扶好再服用。它可以容纳105000名信徒做礼拜，包含室内礼拜店的25000人和室外广场的8万人，所以按这一点来看，它是非洲第1大，全世界第3大。票价，成人1张票约13元美金，非常值得。如果有机会来 Casablanca， 千万不要错过哦。注意事项：穿着上呢要端庄保守，因为膝盖和肩膀要 cover 住。所以应该避免穿短裙、短裤或无袖上衣，最好着长袖和长裤。在进入清真寺时，所有访客都需要脱鞋，他们会提供袋子来存放鞋子，所以建议要穿袜子，以免赤脚行走的时候感到不适。尽量也不要穿有洞的袜子嘿。Fun fact， 在这里使用公共厕所是不需要再额外付费的。但是当时我们进入厕所的公共空间之后，有一位看起来很和善，也像是工作人员的女士，正站在那里伸手收费。看大家都乖乖掏出1欧元，我们也跟着做了。这就很像骑摩托车在等红绿灯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冲你也跟着冲，不管是不是绿灯了。后来发现这是大家会错意了，那导游呢也感谢大家无心的捐献。过夫妻
在清真寺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太太行动不方便，坐在轮椅上，先生推着她，努力让她欣赏这座壮观的建筑。清真寺里面有一些阶梯，对轮椅不方便，但这位先生始终很有耐心地帮助他的太太，确保她的舒适。很多人见到这一幕都非常感动，上前去询问需不需要协助搬动轮椅。这样跨越文化和语言的互助精神，展现了我们的善良和旅行的真正意义。无论你来自何方，我们相遇、理解，并且互相支持。游客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温暖，让旅行体验更加深刻难忘。这一幕，我感受到了无国界的连结与关怀。这幅地球村的画面，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之后，我们来到清真寺对面的海边，从这里望过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在海上的部分，果然不是盖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吗？圣母院，这是卡萨布兰卡主要的天主教教堂之一。这座教堂融合了现代主义和摩洛哥的建筑风格。教堂虽小，但内部的彩色玻璃窗可不马虎，自然光巧妙地引入教堂，创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这些艺术品不仅美观，也传递着深厚的宗教意义。哈布斯区，这是一个充满摩洛哥传统和法国殖民风情的迷人社区，在20世纪初由法国人建立，融合了摩洛哥传统建筑和欧洲现代都市设计。这里呢，以它繁华的市场闻名，区内的商店主要是贩售高品质的摩洛哥工艺品、地毯、陶器、传统服饰和香料，是购买当地特产的理想地点。如果有计划购买任何商品，记得杀价。我们遇到了一对来自旧金山的夫妇，先生是白人，太太来自香港，会说中文。他告诉我们，他们超爱摩洛哥，经常来这里旅游，也分享了很厉害的杀价经验，说呢至少要从5折以上杀起。喜欢在夜市杀价的朋友来这里，绝对能大展长才，大显身手，肯定是你发挥实力的天堂，千万别错过。区内也有许多摩洛哥糕点店和咖啡馆，提供传统美食。我们来了这一间，买了一些甜食。这样 Shebekia 是一种油炸的芝麻饼干，通常裹蜂蜜或糖浆，是摩洛哥特有的传统甜点。尤其呢，在斋戒月期间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富含能量，就低，适合在开斋餐后享用。小知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朋友们，每年都有一个斋戒月 Ramadan。在斋戒月期间，每一天会从日出到日落禁食，连水也都不喝哦。日落后，他们会进行一天中的第一餐，称为开斋。这个甜点呢，通常在开斋餐后食用，因为热量高，有助于快速补充一天斋戒后的体力，所以在斋戒月期间特别受欢迎。我们造访卡萨布兰卡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今年的斋戒月期间。这个区既是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个受游客欢迎的文化景点，让人可以深入体验摩洛哥的历史和当代文化。之后我们去吃了午餐，点了摩洛哥著名的塔吉锅鸡肉和 couscous。塔吉锅是一种圆锥形的陶土锅，通常用来炖煮各种肉类和蔬菜，能够保持食物的湿润和风味。可惜当时我顾着听团员聊他那了不起的邮轮赌场慈善事业经验，没能捕捉更多的食物画面，但是吃完十分满意。这个团员告诉我们，他会来这趟邮轮行呢，是因为他在前一次的邮轮赌场中表现活跃并且亮眼，贡献度高，所以邮轮公司展现诚意，礼尚往来，热情招待飞扬我是说团员来参加这一次的旅游。大家听完目瞪口呆，在心里不知道为他喝彩了几次。嘿嘿，想知道这位优秀的赌场慈善家来自哪里吗？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我们是小频道，所以超过20个人好奇留言，我就宣布。噔噔，卡萨布兰卡的探索还没结束，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这座迷人的城市，走进充满当地人热闹交谈声的中央市场，还有造访致敬电影《北非谍影》的 Rick's Cafe。想知道为什么卡萨布兰卡人即使不富有却如此慷慨吗？记得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哦。